奇妙。你羡慕他的情调，像傻羡慕诗的牢靠，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。牛奶替代不了面包，就像哭替代不了笑，其实是虚荣戒不掉，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。完美是一个目标，有谁能够全部做到？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状况很好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次医院啊，那我妹妹呢？你是说跟一起送进来的江心瑜？不是江心慧，我才是江心瑜啊！她没事，你的脖子扭伤了，要小心点，不要乱动，知道吗？心慧呀，为什么会发生车祸？吓死我了！我没事，心慧怎么样了？你是说心瑜啊？她只是皮外伤，安祥去看她了。安祥去看心慧。我是说安祥去看心瑜，你自己才是心慧。心慧，不是在做梦吗？怎么了？心慧啊，你是不是有一点头晕啊？妈，心慧在哪里？我要去看她。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叫医生啊？心慧在哪里？我要去看她。你不就是心慧吗？我练习就周更了，戏拍到一半了。你拍什么戏啊？我爸我妈呢？为什么只有你？师傅有点事不能来，师母在家。心慧呀！哎呀，心慧！你为什么变成我的样子的？变成我的样子了。你是在做梦？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镜子，给我镜子，镜子啊！你遇到车祸了啊！你的戏拍到一半会不会受到影响？她是你姐姐吗？听说发生车祸时你们在吵架。我不知道，不要拍！走开，走开！你拍了，你拍了，不要拍了！谁给你们拍的？不要拍了！不要拍了！走开！给我走！好了，我们回去了，心瑜。妈，姐呢？我要问她。什么姐？你是心瑜？我怎么会变成心慧？心慧又怎么会变成我呢？老天是跟我们开玩笑吗？这是梦还是真的？心慧，天哪，他把我当成心慧，我该跟他说什么好呢？你的颈项伤得严重吗？你还好吧？我下了课出来找不到你，后来从别人口中知道你跟心瑜发生车祸了。医生说啊，你只是伤到脖子，其他的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
我要倒水。我帮你吧。那我是想倒给你喝的。我不渴。哎，你想吃苹果吗？我帮你洗。我不饿。你怕不怕闷啊？我明天带2本杂志来给你。好啊。嗨哎， ，Hello。听到你出了车祸，真的把我给吓坏了，没事吧？你好好休息吧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谢谢你啊。拜拜。拜拜。脖子扭伤了，怎么拍戏呀？拍戏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替你请假，让剧组把你的戏挪后拍。我现在是新会，当然要拍戏啊。可是还有几场重戏要拍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你是主角，剧组还是要等你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伤养好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戏挪到什么时候，我叫 Anna 通知你。好好休息吧，啊，拜拜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怎么演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要是你和江庆慧的身份调换，秦世轩就会喜欢你，你也不用这么辛苦啦。晶晶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些都是他搞的？怎么会变成丑八怪？我是星宇，星宇，星慧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好，我还没有老眼昏花，我看来看去，你就是星宇啊！我不是那个丑八怪，我不要做那个丑八怪。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我是星慧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摔坏脑袋？我没有摔坏脑袋，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？好，是星宇也好，星慧也好，你不要冲动。你刚从医院回来，你先好好休息一下。对，一定是那个车祸，我的灵魂才会出窍的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回我的灵魂。我要找回我的灵魂。不要撞墙啊，会受伤的。不要做傻事啊！你们不要阻止我，我要把我的灵魂撞出来，我不能容忍我这副模样，放给我撞。星宇，不要这样。不要叫我星宇，什么？放开我！不可以放，不可以放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星宇好像中邪了。啊？老爸，你快救我！我是星慧，你一定感觉得到我是星慧，对不对？好，心宇，你冷静听我说。我不是星宇，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？我要到医院找大姐。安详。哦。放开我！星宇今天好像发了疯似的，老说自己是星慧。他今天的情绪完全失控，跟平常性格完全两样哎。他会不会是那场车祸把他给吓坏了？也不完全是，江师傅，你说星宇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他可能是得了轻微的忧郁症。忧郁症？忧郁症是一种涉及生理、心理、情绪跟思想的疾病。他可能常年为了自己的容貌烦恼，再加上相亲多次都不顺利，承受了这一切的压力，他才会情绪失控的。那他会不会好起来？我看啊，他应该是属于短暂性的情绪低落、心情沮丧，好好调理就会好起来的。依我看啊，他不是忧郁症，我担心啊，他是卡到阴。你是说他沾到不干净的东西啊？不只是星宇，星慧也是，两姐妹发生车祸醒来后都是怪怪的。糟了，不可能两姐妹同时卡到阴吧？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星慧，哈，他也在追求新会啊。没告诉我你发生意外，我好担心。后来知道你没大碍，我就放心了。饿了吧？
我就知道你吃不习惯医院的食物。安娜告诉我你喜欢吃 cheesecake。新慧喜欢吃 cheesecake， 她都知道。那吃吧。哦，谢谢啊。我看有点不方便，我来喂你吧。你喂我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没关系。美女真幸福，只要一开口，好吃的东西就送到嘴里了。美女连抹嘴都不需要自己动手。原来当美女真的有那么多好处。只要一开口，好吃的东西就送到嘴里了。我长得那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尝试到被男人把我当女皇般的伺候。原来当美女真的可以享有特权。美女就是美女，连扮鬼脸那么可爱。美的感觉是不是很过瘾啊？晶晶，真的是你啊！我打电话给你都找不到你。我已经不玩电话了，这个比较好玩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我以为你变了美女，早就把我忘啦。真的是你啊！没错，是我啊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力？你是什么人啊？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是人啊？那你是？你管我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不是很希望像张馨慧吗？尝试当美女的感觉？我是曾经很羡慕她。不用羡慕她，你现在是张馨慧啊。当美女，享受被人家奉承的感觉，是不是很过瘾啊？是很过瘾。那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？可是感觉好像有点怪。你有点自信好不好？以前自卑不敢面对人，现在你应该抬头挺胸做人才对啊！这个有自信的美女，对，一个由丑变美的女人，感觉很好。可是一个由美变丑的女人，心里一定很痛苦。对于高高在上的张馨慧来说，是一种磨练。她应该学习怎么接受失败，然后从失败中站起来。这是一种毅力的考验，不是一件坏事啊。可是，你要勇敢尝试新的变化，不要什么事情都顾虑。话是这么说，不知道馨慧现在怎么样了？馨慧啊，你自己都伤成这个样子，还偷跑回来看你姐姐啊？你老爸帮他打了针，他才平静下来，闹了老半天了，也许累了。妈，你先去睡吧，我待一下子就回医院去了。好吧，还好你没事儿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已经够丑了，脸上还加几道伤痕。你自己看这个样子，才1天就受不了。我呢？我已经忍了20多年了，人家讥笑我也算了，可是最难过的就是，连你也不断的在伤害我的自尊心。有谁不希望一生下来就是个美女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？可是如果生下来一张丑脸，
就已经够可怜了，你又何必雪上加霜，而且还是砒霜？不要这样子活下去！不要！新慧，姐，我不要这样子活下去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新慧，我真的不能这样子活下去的，我的前途完了，我的梦想毁了。如果真是梦的话，我宁愿永远不要醒过来。新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你会有什么办法？我会找出原因，让梦还原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不会骗我的，对吗？我既然答应了信慧，就应该帮她。可是，当了美女之后，就连宁子看起来也变美了。我还享受不到24个小时，又要变回做了20多年的样子吗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当个只动口不动手的美女了。做人不能贪心，就算只是拥有那一刹那，就已经很幸福了。老板娘，我是安祥，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你啊。新瑜她好点吗？哦，她已经睡着了，啊，没事就好。那不要吵醒她，不要吵醒她，啊，就这样，谢谢。幸慧，你要不要进来啊？没事。没事，我就关门了。没事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要跟我谈谈？你没空吗？不，你平时很少跟我说话的。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年，你跟我说过的话不超过3句。所以你觉得意外？我现在的身份是跟你没说过3句话的新慧。可是我不找你诉说苦恼和心声，还有谁呢？你等我一下。我知道你很关心我姐。我们俩就是谈得来。你大姐一向来心地善良，她的突变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啊？我说了，你别生气啊。好，你说我不会生气的。不就因为你了？我？那我不说了。你不说，那我怎么帮我姐啊？喂，新瑜一向来对自己的外貌都感到难过，尤其是跟你在一起，更觉得自卑。不过我觉得他对这一切都已经认命了。还有呢？你就不一样了，长得漂亮又知性，有时说话还会伤害他，他却默默地忍受着。可是你，为了得到那情世轩，竟然用他的外貌来打击他的信心，在他最脆弱的时候，你却对他冷嘲热讽，他的委屈就这样爆发了，结果不可收拾。你这样的维护我，我说的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不会。我是想帮你姐姐说几句公道话，她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也是很难过。越这样关心我，江师傅说她得了忧郁症，你妈妈说她卡到阴。我说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她最关心的妹妹伤了她。幸慧，如果你真的希望你姐姐快点好起来，那麻烦你多关心她内心的感受，这也是我对你小小的要求。
原来你那么了解我，姐姐。你姐姐一有烦恼的话，一定找我诉苦的，这些都是她平时透露出来的。而我，什么也帮不上忙。安详，原来你那么在意我说过的话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。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今晚为什么找我？你不是说姐一有烦恼就来找你吗？那我现在也有烦恼，就来找你了。你长得漂亮又能干，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这么多追求者，会有什么烦恼？你不是开我玩笑吧？有时候长得漂亮，事业顺利，有很多追求者，也不一定完全没有烦恼的。我一定要帮新慧。现在只有找到晶晶，才能够帮到新慧。可是我到哪里去找呢？新慧，你那么快就出院了？我还想等车到医院去看你啊。我已经没事了。进来坐吧。Tom， 帮我泡杯热茶。OK。新慧啊，这花是送给你的。还有，麻烦你帮我问候你姐姐。我也有礼物啊。希望她早日康复。原来她心中有我。谢谢你的关心。没想到约了你2次都出了状况。哦，这叫一波三折。千万不要再有第3次啊！我真的不希望你再次受到伤害。可惜我不是新慧，谢谢。新宇，妈要去药材店啦，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啊。江新慧，你是不是很难过呀？为什么你过去常常取笑江心瑜？长得丑已经够可怜了，你还落井下石的伤害他，关你什么事？给我出去！喂，你刚才叫什么？江心慧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江心慧？因为江心瑜的心地善良，从来不会对人家大呼小叫。你可别把她变得那么讨人厌哦。是你，原来是你在整我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不要管我是什么人，总之我就是有这种法力。原来是你一直在折磨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快点帮我还原！不要激动，这就是人生，随时随地都会有状况发生。你演戏也不扮演过不同的角色吗？我不要听这些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你要跟我姐姐联合起来害我？只有想害人的人才会认为别人在害他。你不要再说风凉话了！我要你马上把我变回原形，不然的话，我对你不客气。人家说相由心生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更丑更难看？一个人的丑和美不一定是看外貌的，外表美心地坏也是丑陋的。够了！江心瑜把你带回来害我，他才是真正丑陋的人。你今天不把我变回来，我绝不罢休。Sorry， 我帮不了你。你不要走，快点帮我还原。你是在求我吗？不过语气很坏哦。晶晶，算我求你，请你帮我变回原形好吗？你这样温柔跟我说话，我听了很不习惯。不过挺舒服的啊。你。都是你搞出来的，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你算清楚。要温柔哦。
起都是我不对，我不想再玩了。晶晶，你帮我们还原吧。江心瑜，你真的舍得还原？你才拥有这么短暂的美貌，你真的想放弃？你考虑清楚哦。姐，好吧，我就帮你们变回原形。我变，好啦。为什么还是一样的？晶晶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法力不灵，我再变一次。变，好了。法力好像失效了，那怎么办 ？Sorry， 只好委屈一下，等法力回来再变了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你在说我？建辉，别乱来了！是啦，走了，建辉，要怎么上来了？我先走一遍。晶晶，晶晶，你出来！我叫你出来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晶晶，算了，我看他走了。你带了什么怪物回来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有心跟晶晶联合起来害我，现在又故意戏弄我。不是这样的，你是我姐姐，你怎么那么忍心夺走我的一切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。如果要我这辈子这样子过日子，我宁可死掉算了。喂，你冷静点，我们再想办法。还有什么办法？你说，你说，我永远都不再相信你了。走开！心怡，别找事。走开！安全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快把他追回来！哦。小心车啊！小姐，你要死在哪里？你不要命，我还要命的。你凶什么？你不会怪你技术烂，回去多学几年吧。你这个女人啊，随便过马路还敢骂人，臭女多作怪。你说谁是臭女？知道走八怪，你欺负女人，你不是男人。对不起，他不是故意的。谁你该道歉的？我呸！全部都是闹钟。你说什么？大人大量了，好事一定会好报的。下次真的再见面的话，他讲是我的啊，对不起，算我倒霉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心宇，回家再说吧。不要在我面前提起那个要动女人的名字。你不要再跟着我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报警说你骚扰我。唉，那个心瑜啊，相亲下一半就走掉了，我就觉得他有问题。人家陈伯的儿子人品多好，他居然不要人家。他老是说啊，自己是新会，闹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。心宇的个性你是知道的啊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会不会是撞坏了脑啊？有这么厉害吗？佩祥说啊，他得了什么忧郁症？什么忧郁症？我看呐，他是惹到肮脏东西。我也担心他是卡到阴了。幸亏没事儿，如果两个都这样吵吵闹闹的话，我真是头大了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新慧呢？心瑜跑掉了。我不是叫你把他追回来吗？是他不让我追啊。你为什么让他跑了？你为什么不抓住他？我是怕他自寻短见呢。不会吧？心瑜当然不会，可是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
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的。星慧，你绝对不能出事，要不然姐姐会内疚一辈子的。其实，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就是星慧。哇，你真会演戏啊！你不要告诉我你就是星宇。我的确是星宇，我真的是星宇。哈。那天你跟菲菲分手，跟人打架，我被人打中这里。还有那天晚上你就安慰我，跟我说我一点也不丑，因为美丑不是以外貌来评定的。我是跟星宇说过这些话。我本来就是他，我当然知道啊。那你怎么会变成星慧的样子？你解释啊。说来话长，原来那个晶晶是懂得法力的，是他把我和星慧的身份对调的。不可能。我也知道很难相信，就算你不相信，你也应该觉得我跟以前的星慧不一样吧？是有点不同，我也觉得奇怪。星慧就是不能接受这一切，才会情绪失控的。他才是星慧，难怪他刚才那么激动。哎呀，他是真的会想不开的。我才会担心啊！找他了。去哪里找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星慧打来了。喂，星慧，你在哪里啊？江心宇，是你毁掉我的一切。我的人生本来是完美的，可是现在一切都毁了，一切都完了，我要你恨我一辈子。星慧，你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啊。你要我这样子过日子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星慧，你别冲动，别做傻事啊！喂，挂断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你在电话里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没有。怎么走了？我们这样毫无头绪，怎么找啊？那该怎么办啊？晶晶，你一定知道星慧在哪里，你快告诉我！晶晶，晶晶，你一定要阻止星慧做傻事，要不然我不会原谅你的。晶晶，别再叫了，你再叫也没有用的。就算星慧真的要殉死的话，那个晶晶也阻止不了他的。要是星慧出了什么事，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冷静一点，你别担心啦。我想他应该是一时说气话的，没事的。安翔，星慧啊！先来再说吧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既然我变不回来，死是最好的方法。你不要冲动，我已经想了把你别过来，你不要过来。你说，你还有什么办法让我还原？你先来再说吧。你还想骗我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安心快乐的过日子。要是你有事，爸妈会很难过的。就算是姐求你，你不要乱来，凡事都可以商量的。快听姐的话，下来吧。我不要，你们走开！阿翔，阿翔，阿翔，阿翔！
安强，医生怎么说？哦，没什么事啊，扭伤只脚啊。啊，医生是担心我什么脑震荡啊，要我留下来观察几天。啊，过2天没事就可以出院了。对不起啊，为了新会的事，差点害你闹出人命。是吗？我福大命大，没那么容易死的。喂，算了，他现在还在气头上，不会搞什么自杀的。动不动就闹自杀，没有勇气面对问题，看起来不像是你的性格哦。你还说风凉话，我的生活全被你搞乱了，我有今天还不是拜你所赐。没错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惩罚。惩罚？是因为我以前对你的态度不好？你不觉得你气焰太盛了吗？我还是喜欢保护弱者。其实你很残忍，你用这种手段整我，就是想看到我从高峰跌下谷底的痛苦。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达成的。你的意志力还蛮强的嘛，可惜死不了。还有你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也是没有作用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让你有机会感受下别人的处境，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不好吗？那是你想法，我为什么要配合？因为你没得选择。好，算我以前嚣张无礼、气焰太盛，我也得到我应有的教训，我道歉。这么谦虚，是不是希望我把你还原？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让我还原？问你自己啊，想还原的话，就乖乖扮演好这个角色。我为什么要扮演别人的角色？这样你才可以从中领悟到人生道理。什么人生道理？简直变态！你把别人当玩偶来取乐。如果你还像江心慧那样任性的话，你就别想还原啦。晶晶，你欺人太甚了，我不会那么容易示弱的，你等着瞧好了。你放心吧，他不会再去自杀了。不过未来对你来说是一种挑战，因为你一定会面临许多难题。江心慧很有自信的，不像你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我想还原，不要再耍我们了，我真的不想当新慧。你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丑女，你不是一辈子连做梦都想当个美女吗？为什么要放弃？我只是感受到那种掠夺妹妹幸福的罪恶感。你可要想清楚哦，没有了美丽的外表，就算是你再善良，也是会被人家欺负的。我情愿被人欺负，也不要把快乐建在妹妹痛苦上。我是在为你着想，正是好心没好报。我看着新慧因为失去了痛苦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失去了，她才会明白，拥有幸福不是理所当然的。让她感受当个丑女的遭遇，也不是一件坏事。我真的不忍心。你什么时候才肯还她真面目？我是很有人情味的，我让江心慧自己决定。我担心她受不了打击，再去寻死。有我在，她死不了的。你还是担心你自己的新生活吧。我没有艺术细胞，我不会演戏。我担心我搞砸了新慧的事业。你不是没有艺术细胞，你是没有信心。对，我是没信心，我没有信心扮演好她的角色。我不想害她。你不想害她，那你就帮她经营咯。我不行的。晶晶。喂，出来呀！不用担心，你没有信心，可是你有爱心，凭你对你妹妹的爱心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没想到我这个丑女如愿以偿，竟然会因为不想当美女而烦恼。新宇啊，回来了，不是叫你在家好好休息的吗？
星宇，快喝下这一杯水。这是什么？喝下它对你有益。妈，你怎么让我喝这些啊？这是姨婆特地帮你求的，很灵的。我不喝。再喝一点吧。我说不喝就不喝，拿走啊！吃饭了。要不要等爸？你爸今晚开会，不必等他了。妈，吃饭。啊，你想怎么了？打个电话回药店说要留院检查。啊，他不小心跌倒撞到头，医生要他留院1天观察。那阿三鱼加辣的。星宇，你最喜欢吃的酸甜咕肉肉。我不喜欢吃肉。你平时不是最怕辣的吗？怎么搞的呢？最近怎么没有看到晶晶啊？他找到地方住了。吃饱了。啊？你平时最少要吃2碗饭的呀？喂？啊？警局？好，你等一下啊，新慧啊。不是找你呀，找新慧呀。哦。喂。找到了。好，谢谢。什么事儿啊？警局找到那个禁锢我的嫌疑犯，明天要我去认人。这种疯子啊，早应该把他关起来了。可是，怎么你害怕呀？星宇，明天你陪新慧一起去。江小姐，请你跟我进去。警官，我的姐姐能陪我进去吗？好吧。谢谢你啊，新慧。待会儿你认出疯狂移民的时候，你就握紧拳头，我就知道是他了。我们走吧。新慧，好，让你尝尝被折磨的痛苦。都不是。有点言不由衷，以为你都能懂。背对你的目送，是因为泪太重。原来太理智只会让自己更伤痛。我知道没有用，心会盲目跟从，就像停不下来